馬股又有一間半導體相關 IPO 來了 ，Stratus Global IPO 價格是83，上市估值直接來到1個 billion， 值得買嗎？你看，它站在半導體供應鏈裡面，有國際客戶，這是市場現在喜歡的關鍵字。現在只要公司跟半導體有關聯的，投資者的內褲馬上濕了一半。但是你翻開招股書，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反差。最新財政年 ，Stratus 的 revenue 和 profit 都是下跌的。所以問題來了，這家公司是真的還值得83嗎？到底是合理定價，還是故事已經先賣貴了？今天我們可以一起把招股書拆開來看，83到底買到什麼？值不值得這個問題？看完這個視頻，你就會心裡有底。首先 ，Stratus 到底是做什麼的？你不要一聽到半導體就以為它是做晶片的。Stratus 不是做晶片，不是設計晶片，也不是封裝測試廠，它做的是半導體工廠裡面的自動化物料搬運系統。半導體工廠裡面很多地方是無塵室，簡單講就是連灰塵都要被管到很嚴的地方，因為晶片太細太敏感，一粒灰塵進去可能就不是打掃的問題，是整片晶圓直接出事。這種地方你不可能叫一個安扣穿拖鞋進去搬晶圓，這就是為什麼它需要自动化搬運系統。東西要搬得準，搬得穩，搬得乾淨，不能有灰塵掉在晶片上面。Stratus 做的就是這些自動搬運系統，它幫半導體工厂設計、製造、安裝和調試這些系統。產品主要包括3種：第一種，輸送帶式自動搬運系統；第二種，混合式自動搬運系統；第三種，自動倉儲系統。Stratus 要先幫客戶設計路線和系統，然後把東西做出來，組裝、測試，再去客戶的廠房安裝和調試，最後不是機器會動就算了，還要確認它真的可以照客戶的生產要求來跑。所以它不是普通工程公司，也不是那種賣一個軟件每個月自動收費的公司。這一點很重要，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，這門生意到底能不能重複賺錢。必須提出一點， Stratus 這門生意有一個優點，它不是賣椅子，不是賣文具，不是賣一次就完。從招股書看，Stratus 確實有一定客戶粘性，部分 major customers 合作時間可以去到11年。因為無塵室自動化不是買 office chair 這種技術含量低的產品，無塵室自動化牽涉到廠房流程、系統穩定性、生產效率、客戶驗收，還有長期技術支持。所以 Stratus 如果做得好，它是有機會拿到重複訂單的。但是這裡也要冷靜，有 repeat customer 的味道，不代表它就是那種時間到了錢自動進來的命，這兩個差很多。Stratus 就像個裝修師傅，只是他裝修的不是你家廚房，是半導體工厂的無塵室。只要客戶擴產，就會再找你， Stratus 就有機會接訂單。他賺的錢不是那種賣一次每個月就定收錢的。可是如果客戶項目延遲， Capex 放慢， Stratus 的 revenue 就可能波動。所以這門生意的收入質量不能說差，但你也不能把它當成穩定月租生意，它更像是項目型收入裡面質量比較高的那一種。因為客戶門檻高，技術要求高，關係粘性也比較高，項目來了收入就上，項目慢了收入就會下來。這個邏輯等下我們看 FY 2026的數字時就會很關鍵。如果 Stratus IPO 最後超額認購，我一點都不會意外，原因其實不難理解，因為它剛好站在一個很熱的產業方向。半導體產業長期有幾個大趨勢：第一， AI 和數據中心需要更多晶片；第二，晶片製造越來越複雜；第三，工廠需要越來越高的自動化；第四，無塵室裡面的人工作業越來越不現實；第五，只要半導體廠擴產，相關設備和自動化需求就會被帶動。所以 Stratus 的故事不是亂貼 AI 概念，它的確是在半導體製造供應鏈裡面，而且還是自動化這一環，這個位置是有價值的。晶圓、材料、半成品在工廠裡面移動，每一個環節都講究精準、速度、穩定和清潔度，一個小小污染都可能讓晶片報廢，影響產品的合格率。自動化不是拿來擺美的，在半導體工厂，自動化是為了少一點人手接觸，少一點污染，少一點失誤，產品的合格率保住，成本才守得住。這就是 Stratus 站在的行業順風。但講到這裡，我們也要把濕了一半的底褲拿來擦擦汗。AI 很 hot， 不代表 Stratus 每一張 invoice 都寫着 AI。數據中心很熱，也不代表錢會直接從 NVIDIA 的 server room 飛進 Stratus 的銀行戶口。這中間不是一條直線，客戶要擴產，老闆要批預算
Stratus 要中標，項目要準時交付，系統要驗收通過，最後 invoice 開了，錢還要收得回來，少一個環節卡住，故事就還沒有變成 cash。所以行業順風是真的，但 Stratus 要真正受益，必須證明4件事：拿得到訂單，交付得出來，守得住 margin， 最後 profit 真的變成 cash。不然故事再美，最後也只是半導體版的童話故事，他的銀行戶口就會跟我一樣，用6位數的密碼保護雙位數的存款。好，講完故事，我們來看一下財報的數字。這裡要公平一點， Stratus 不是那種空殼故事，不是 revenue 小小 profit 薄薄，然後靠一個大主題飛天的公司，它是有真實業務，有盈利，也有現金流的。2026財年 Stratus 的 revenue 是 197.1 million， PAT 是 51.1 million， PAT margin 大概是 25.9%。 對一家做硬體、工程、安裝和調試的公司來說，這個 margin 不算薄，這個 margin 未來能不能維持才是重點之一。財報還有一個亮點就是2026財年它的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是 73.2 million， 也就是說它的經營現金流比 profit 還高。這個很重要，因為很多公司最怕的是財報看起來賺錢，現金流像失蹤人口，就像有些人月入過萬一樣，覺得錢不夠用。幸好我不一樣，我沒有月入過萬一樣，錢不夠用。再看 balance sheet， Stratus 最大的優點之一是它沒有銀行借款。簡單講，它不是那種靠貸款撐起來的公司。不過嚴格來說，它不是完全沒有負債，因為公司還有一些租賃相關的負債。它租廠房、租辦公室，按照會計規則，這些未來還要付的租金的，都會被記錄成負債。但重點是，它沒有傳統銀行貸款，所以短期不會被利息壓力卡住喉嚨。這點對 IPO 公司來說是加分。再加上 IPO 會籌到新的資金，公司打算把錢用在新廠、海外擴張、研發和 working capital， 所以它不是單純上市套现而已。至少招股書呈現出來的方向是要擴大產能、提升研發，繼續打半導體自動化這條路。所以結論是 Stratus 的底子不差，它有生意，有 profit， 也收得到錢，更沒有銀行借款壓力。所以投資者不應該問這家公司有沒有質量了，真正的問題應該是這個質量到底值不值得1 billion 的市值。接下來我們繼續用那條濕掉的底褲來看一些危險的數字。它一邊有半導體自動化這麼性感的故事，但是2026財年的 revenue 和 profit 卻下跌。2025財年它的 revenue 是 220.3 million， 2026財年降到 197.1 million， 也就是下跌大概 10.5%。2025財年的 PAT 是 66.2 million， 2026財年降到 51.1 million， 也就是下跌大概 22.8%。 這個畫面很像你去相親，對方長得好看，工作也不錯，可是你認真看到他去年的收入跌了，但你肯定會猶豫，想多問2句，對不對？但是我們也不要把 revenue 下跌講到好像世界末日。Stratus 這種項目型公司，收入本來就不會每一年都走直線，有些年份接到大項目，驗收多 revenue 就很好看，有些年份就項目剛做完，新項目還沒有完全接上， revenue 就會掉下来。這不是死罪，但問題是如果市場用成長股的價格來買它，公司之後就要證明新的項目真的接得上。它不能一邊用成長股價格賣股票，一邊告訴市場他們收入本來就會波動，請大家體諒。這個就有點像餐廳賣高級自助餐價錢，然後跟你說今天螃蟹沒有來，大家吃蟹柳也不錯。Stratus 2026財年的 revenue 下跌，公司給的解釋很簡單，之前一些大項目已經陸續做完了，尤其是輸送帶式自動搬運系統還有自動倉儲系統這2塊，能夠確認收入的項目金額變少，所以 revenue 下跌了 10.5%。 不是說公司突然沒有生意，而是項目型公司就是這樣，項目多的時候收入很好看，項目做完，新項目還沒有完全補上來，收入就會掉下来。當然匯率也是因素之一，公司的 revenue 全部用美金計價，但財報用令吉呈現。2026財年美金換馬幣平均從 4.51 跌到 4.17， 同樣1塊美金收入換成令吉就變少，但是如果不換來馬幣， revenue 其實與2025財年其實是持平的。同時 Stratus 2026財年的收入來源也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，以前比較多收入來自輸送帶式系統和自動倉儲系統，到了2026財年反而是混合式自動搬運系統變成最大塊收入，
簡單講，就是它的 revenue 越來越靠這一類更複雜、組合式的自動搬運系統撐起來。這個 segment 在2026財年就貢獻了 129.4 million， 佔總 revenue 的 65.7%。更刺激的地方是 Customer A 和 Customer B 都是新客戶，但兩家一來就貢獻超過112 million 的 revenue。好聽一點，這叫新客戶打開新局面；難聽一點，這也代表2026財年的成績很大一部分要看這兩個新客戶後面還會不會繼續下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2026財年的 Top 5 Customers 就貢獻了總 revenue 的 90%， 這代表客戶集中度很高。當然，半導體設備和工程公司很多時候客戶都會集中，因為客戶本來就是少數大廠，但集中度高的意思是幾個大客戶下單，業績很好看，幾個大客戶慢下來，業績也會很快感覺到冷風。還有一個數字要看，就是客戶欠款。Stratus 2026財年的 receivables turnover 是148天。簡單講，公司確認了 revenue， 不代表錢馬上進袋，正常付款期限一般是60到90天，但它拉到148天。公司解釋，因為這是項目型生意，客戶要等最後檢查、測試、驗收通過之後才會付款，這個解釋合理。所以 Stratus 的風險是2026財年的高 margin、高 cash flow 到底是正常狀態，還是項目組合剛好漂亮？如果之後新項目的 margin 比較低，客戶驗收更慢，研發和擴張成本上來， profit margin 就可能被壓。半導體自動化這個故事可以很性感，但項目型業務的波動也可以很現實。現在來到最關鍵的問題，80 到底貴不貴？根據招股書 Stratus 上市後總股數是 12.5 億股。先看盈利，2026財年 Stratus 的 PAT 是 51.1 million， 換算下來每一股大概賺 4.093， 所以你用83買一股，等於用大概 19.6 倍 PE 去買它2026財年的 PAT。 招股書也有拿同行來比較，平均 PE 是 34.5 倍。 IPO 最常見的估值故事就是同行平均 PE 是 34.5 倍，我才 19.6 倍，所以我不算貴。這個說法不是錯，但也不能照單全收。PE 不是越低越好，也不是別人更貴你就自動便宜。隔壁榴蓮賣100塊一粒，不代表你80塊的榴蓮一定值得買。重點是打開以後裡面到底有沒有肉。對 Stratus 來說，重點不是 19.6 倍看起來低過同行，重點是這個 revenue， 這個 margin 能不能撐得住，這個訂單會不會源源不絕的進來。而且還有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估值， IPO 後每股淨資產43，是 IPO 價格的2倍，也代表 PB 是2倍。這代表你買的不是便宜資產，你買的是未來盈利、技術能力、客戶關係，還有半導體自動化這個故事。如果未來 profit 繼續漲，1 billion 的市值說得過去，但如果2026財年只是剛好項目組合漂亮，後面 revenue 和 margin 接不上，那 19.6 倍 PE 就不會便宜。所以80 最大的問題不是貴不貴，而是你今天已經先付了未來成長的錢， Stratus 後面能不能把成績交出來。上市後真正要看什麼？不是看它有沒有半導體新聞，是看訂單。Stratus 是項目型公司，就項目做完，新項目沒有接上， revenue 就會掉。2026財年的 revenue 下跌就是一個提醒。招股書有披露 Stratus 的 order book 大概是 108.4 million， 這代表不是沒有訂單的，但其中只有 75.4 million 預計在2027財年才會進入 revenue。 如果拿2026財年的 197.1 million revenue 來比，也不是大到可以讓人閉眼。所以上市後真正要看的是這些 order book 能不能準時轉成 revenue， 以及新的 order book 有沒有繼續補上來。所以第一件事看新訂單和未完成訂單，故事可以很熱，但沒有訂單，熱度不會自動變 revenue。 第二，看大客戶會不會回頭下單。2026財年 Customer A 和 Customer B 貢獻很大，如果他們繼續下單，說明 Stratus 不是一次性吃到大項目。但如果後面沒有 follow up order， 市場就會問2026財年那波收入到底是實力還是剛好。第三，看 gross margin。 2026財年 Stratus 的 gross profit margin 還有 52%， 不錯，但是也要思考接下來是否可以維持。新項目如果競爭更激烈，成本更高，客戶要求更多， margin 就可能被壓。所以市場真正要看的不是過去 margin 多漂亮，是未來 margin 會不會掉下來。第四，看 cash flow。 Profit 是成績單， cash flow 是錢包。成績單很美，錢包沒有錢也很尷尬。如果未來 profit 還在，
但 cash flow 變弱，客戶欠款越拖越久，那就要小心，因為 Stratus 最後要證明的不只是會賺錢，而是賺到的錢真的收得回來。第五，看 IPO 的錢有沒有用出成績。Stratus 募來的錢會用在新廠、機器、海外擴張、研發和營運資金，聽起來都很合理，但重點不是錢花在哪裡，重點是花了之後有沒有變成更多訂單和更高產能。上市後真正的考試就是這幾個問題：訂單有沒有來，大客戶有沒有回頭， margin 有沒有守住，錢有沒有收回來。所以總結 Stratus IPO， 我的看法很簡單，它不是空有故事就來賣夢想，它有業務，有盈利，有現金流，也沒有高負債，行業也有順風，半導體工廠越來越自動化，這個方向沒有錯。但真正的問題是估值，1 billion 的市值， 19.6 倍的 PE Stratus 已經不是那種可以撿漏的便宜貨。重點不是它有沒有半導體故事，重點是這個故事後面能不能繼續變成訂單、margin 和 cash。我們只是看清楚一件事，你買的不是過去的成績，反而對它未來的期待。IPO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故事很美，數字也不差，然後底褲一濕就忘記價格。如果你覺得我的視頻能夠幫你做出理性判斷，你一定要把這個視頻 share 給你的朋友。這是我答應觀眾要研究的公司，我們下期見。